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为何怪树没果子？想象一下，你下班后肚子饿着咕噜咕噜叫，路边看到一家餐厅，招牌写得亮晶晶，营业中，你迫不及待走进去，结果老板说不好意思，今天不供餐。你会不会心里觉得，那你挂什么营业牌？在马可福音11章，耶稣遇到了一棵无花果树，看起来枝叶茂盛，好像应该有果子。结果他上前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圣经甚至还补了一句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奇怪了，既然不是时候，树没结果子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为什么耶稣要当场咒诅，还让树枯干？这一幕让不少人困惑，甚至觉得耶稣是不是有点情绪化？这难道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例子吗？亦或这背后藏着一个比树更深的隐喻？在生活中，我们常遇见看起来很有料，其实却空空如也的情况。比如求职面试时，有人履历写得华丽无比，技能一大堆，结果进公司后连基本的工作都不会。又或者社交平台上有人晒幸福、晒财富，看似光鲜亮丽，但真实的生活却是一地鸡毛。这些外表繁盛，里面空洞的现象，让人失望，也揭露了人性的虚假。耶稣对无花果树的咒诅，正是这样一种象征：叶子茂盛，却没有果子；看似繁荣，却毫无实质。经文难题分析：一、马可的特别注解，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马可福音11章13节清楚记录，当时并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。那么，为什么耶稣还期待有果子？有学者指出，虽然不是正式收成的季节，但在某些时候，无花果树会长出早熟的小果子，叫初熟果。如果连这样的果子都没有，那么这棵树只是一个空架子，完全没有生命的表现。二、旧约背景，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。在先知书里，无花果树常常被用来象征以色列的属灵状态。参见耶利米书8章13节，何西阿书9章10节。有叶子却没有果子，正是当时宗教领袖的写照，外表敬虔，却没有真正的公义与慈爱。三、马可的三明治结构。马可把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件夹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两边。马可福音11章12到21节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一种文学手法。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，看似有宗教外貌，却没有真正的果子。洁净圣殿则是这一象征的具体行动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不是在怪树，而是透过这个行动揭示整个民族的属灵荒凉。有些人读到这里会觉得耶稣好像一时情绪失控，把气发在无辜的树上，但其实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。就像旧约的先知会用具体的动作来表达上帝的信息。以赛亚赤身走3年，象征以色列将被掳；耶利米打破瓦瓶，象征国家的毁灭；何西阿娶淫妇，象征神对背叛的以色列仍有爱。同样，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并不是针对这棵树，而是用它来做比喻，表明神对虚有其表的信仰不再容忍。那么，这个难解的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呢？一、虚假的人际关系。有些人看似朋友圈很大，热情洋溢，实际上却在背后冷漠自私，就像有叶子的树却没有果子，外表繁盛，但无法带给别人真实的温暖。二、空洞的宗教形式。教会里可能充满活动、计划、节目，
看似热闹非凡，但若缺少爱，缺少公义，这些就像没有果子的叶子。3、个人生命的真实。我们的生活是否只是装饰性的叶子？比如祷告的姿势很美，圣经知识很多，但却没有结出仁爱、良善、饶恕的果子。耶稣的咒诅就是对假装的严厉警告。经文启发，叶子还是果子，果子代表真实的生命表现，爱人如己，追求公义，怜悯弱小。叶子代表外表的形式，宗教仪式，华丽的外观，没有内涵的表演。耶稣不是反对叶子，只是反对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生命。这提醒我们，在上帝眼中，他要的是活出来的果子，而不是虚假的装饰。试想，如果耶稣今天走进我们的生活，他会看见什么？只是一片繁盛的叶子，却没有果子，还是有真实的果子，即使外表不那么华丽？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件，并不是他的情绪发泄，而是他对整个信仰群体的警钟。不要只有外表，要有真实的果子。因为在神的国度里，他要的不是看起来像，而是真实结出来。结语，这段经文的难题不是耶稣为难一棵树，而是他透过这个动作揭露一个真理：虚假的繁荣必将枯干，真实的果子才是天国所看重的。